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当 New York Knicks 时隔27年再次杀入 NBA 总决赛的舞台，整个纽约的球迷都在为之疯狂，场边的门票被炒到了数万美元一张。但作为在屏幕前欢呼的普通观众，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花钱买门票和球衣，我们究竟该如何参与到这场资本盛宴中，甚至从中分一杯羹，赚到真金白银？其实，答案就藏在一家拥有绝对垄断权的上市公司里。这家名为 MSG Sports 的公司坐拥 New York Knicks 和 New York Rangers 两支顶级体育摇钱树，其私有市场资产估值高达100亿美元，但在华尔街的市值却长期只有45亿美元。当无数散户对体育板块望而却步时，隐藏在这巨大估值差背后的，却是一场关于核心资产稀缺性、媒体版权盛宴以及家族双重股权的资本暗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份即将改变投资者对体育资产认知的超级财报，看看隐藏在麦迪逊诉广场花园穹顶背后的真实商业逻辑与投资赔率。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在当今的资本市场上，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被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半导体所吸引。投资者们愿意为那些尚未盈利的科技公司支付50倍甚至更高的市盈率，却往往忽略了那些拥有绝对垄断地位的稀缺资产。今天我们要拆解的 MSG Sports 就是华尔街目前最具争议也最考验基本面定价能力的标的之一。如果你经常阅读 Wall Street Journal 或者 Financial Times 的深度商业报道，你会发现近年来全球最顶级的私募股权基金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正在疯狂地抢购体育资产。而在公开的股票市场上， MSG Sports 是普通投资者唯一能够直接买入并持有北美顶级职业体育联盟球队核心股权的渠道。这家公司并不复杂，它的资产负债表上最核心的资产只有2项：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的 New York Knicks 以及国家冰球联盟 NHL 的 New York Rangers。 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经营一支球队是一项充满风险的生意，球员受伤，球队战绩不佳，巨额的工资账单似乎随时都会吞噬掉股东的利润。但当你真正翻开 MSG Sports 的财务报表，并深入理解北美职业体育联盟的底层商业架构时，你会发现一个完全颠覆常识的秘密：这根本不是一项单纯靠赢球来赚钱的竞技业务，而是一个拥有绝对区域垄断权、极高准入门槛以及高度可预测现金流的超级印钞机。要看懂 MSG Sports 的投资价值，我们必须先理解它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与欧洲足球联赛那种残酷的升降级制度不同，北美的 NBA 和 NHL 实行的是封闭的特许经营权制度。这意味着，无论 New York Knicks 过去的战绩有多么低迷，它永远都不会降级，永远拥有纽约这个全球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超级大都会的独家市场开发权。在这个封闭的生态系统里，营业收入的确定性高得惊人。我们可以把 MSG Sports 的收入来源拆解为3个核心板块：全国性转播收入、本地商业收入以及比赛日门票收入。首先是全国性转播收入，这是北美体育联盟最可怕的利润压舱石。NBA 在近期达成了一份长达11年、总价值高达760亿美元的天价转播合同。这笔巨额资金将由联盟平均分配给30支球队。对于 MSG Sports 来说，这意味着每年都有一笔高达数亿美元、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额外边际成本的现金流直接打入公司的账户。即使在宏观经济衰退、消费者缩减开支的年份，这笔转播费也是十分刚性的收入。其次是本地商业收入和门票收入。作为纽约市的标志性球队， New York Knicks 和 New York Rangers 的比赛场馆里坐着的往往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跨国公司的高管以及各路社会名流。财报数据显示，其 VIP 包厢的租赁费用和场边的钻石座位票价常年位居全联盟第一。更令人惊叹的是其赞助商体系，
几乎所有想要在纽约建立品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都必须向 MSG Sports 缴纳高昂的赞助费。这种极其坚挺的定价权赋予了这家公司强大的抗通胀能力。当通货膨胀抬头时，管理层只需要稍微提高下个赛季的季票价格，就能轻松将成本转嫁给那些对价格并不敏感的高净值球迷。如今 New York Knicks 打出优异战绩，冲入总决赛，这种门票溢价和商业赞助的收入更是会呈现出几何级数的爆发。根据权威商业媒体 Forbes 的最新年度估值报告，依托纽约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坚实的商业基础， New York Knicks 的特许经营权估值已经突破了70亿美元，而 New York Rangers 的估值也达到了25亿美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公司持有的电竞资产和训练场馆， MSG Sports 在私有市场的分类加总资产价值妥妥地逼近了100亿美元。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公开的股票市场时，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出现了。在2026年的 Nasdaq 交易大厅里， MSG Sports 的市值却长期在45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徘徊。一边是100亿美元的实体资产估值，另一边是仅仅45亿美元的股票市值，高达50%以上的惊人折价，让无数价值投资者感到困惑。在这个信息高度透明、套利资金极其敏锐的华尔街，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价值错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最核心的商业博弈——臭名昭著的 Dolan 折价。在金融学中，当一家控股公司的市值远低于其底层资产的总和时，我们通常称之为控股公司折价。而在 MSG Sports 的案例中，这个折价有着一个特定的名字，它源于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James Dolan 家族。如果你仔细研读 MSG Sports 的股权架构说明书，你会发现这家公司采用了非常极端的双重股权结构。普通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到的 A 类股票，每股只有1票的投票权，而 Dolan 家族手中掌握的 B 类股票，每股拥有10票的投票权。通过这种设计， Dolan 家族虽然只持有公司大约20%的经济利益，但却掌握了超过70%的绝对投票权。这就意味着所有在二级市场上买入 MSG Sports 股票的公众股东，无论你们加在一起投入了多少真金白银，在公司的重大决策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发言权。这种绝对独裁的治理结构正是华尔街最忌讳的红线。机构投资者非常清楚，即便这些球队在市场上能卖出100亿美元的天价，但只要 James Dolan 不愿意卖，公众股东就永远无法兑现这一部分价值。没有激进投资者能够发起恶意收购，没有外部资本能够强迫管理层重组，所有的价值释放按钮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更让华尔街感到警惕的是隐藏在关联交易背后的财务暗门。几年前，Dolan 家族通过复杂的财务手段，将原本一体的球队和球馆进行了分拆。如今 MSG Sports 只拥有球队的经营权，而球队比赛所在的 Madison Square Garden 场馆则归属于另一家同样由 Dolan 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因此 MSG Sports 每年必须向那家场馆公司支付高昂的场地租赁费用。在 Financial Times 的分析师看来，这种左手倒右手的关联交易实质上是管理层在合法的转移球队的利润。只要这种公司治理的瑕疵存在，华尔街的估值模型就必须给予其极其严厉的风险折价惩罚。这就是为什么这家公司拥有100亿美元的顶级资产，却只能在45亿美元的市值上苦苦挣扎的底层逻辑。但是对于最敏锐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巨大的折价本身就是最大的利润来源。作为普通观众，如果你看好 New York Knicks 的未来，在二级市场买入这只股票赚取差价，其核心逻辑就在于这个折价的鸿沟在未来是否有被填平的催化剂。答案是肯定的。随着体育版权费用的水涨船高，单支北美职业球队的估值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
如今，即便是一名亿万富翁，也很难单独掏出几十亿美元来全资收购一支球队。为了解决资本流动性的问题， NBA 联盟在最近几年修改了所有权规则，正式允许私募股权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购买球队最高30%的少数股权。这是一项足以改变 MSG Sports 命运的重大规则变更。Wall Street Journal 指出， MSG Sports 的管理层完全有动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向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或者顶级的私募股权机构出售 New York Knicks 或者 New York Rangers 10%的少数股权。一旦这种少数股权的交易在私有市场达成，它将为 MSG Sports 的公开市值提供一个极其坚实的定价锚。假设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以70亿美元的估值买下了 New York Knicks 10%的股份，那么这个真金白银的交易价格将直接打破华尔街对其估值的怀疑。当公开的交易文件向全市场证明了底层资产的真实公允价值时，目前高达50%的兜论折价将面临巨大的修复压力。大量嗅觉灵敏的对冲基金和套利资本将会涌入，迫使股票市值向底层资产的真实价值靠拢。这个时候，早期买入股票的普通投资者就能享受到资产重估带来的巨大红利。当所有的资产稀缺性、治理结构的瑕疵以及潜在的催化剂最终交汇在资本市场的定价模型上时，我们必须进入今天最核心的环节：估值对比与终极股票分析。面对45亿美元市值的 MSG Sports， 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到底应该重仓买入还是敬而远之？首先，我们必须明确， MSG Sports 绝对不是一只适合追逐短期爆发性收益的成长股。它的营业收入增长是线性且可预测的，它不会像半导体芯片或者人工智能软件那样，在短短几个季度内实现翻倍的业绩爆发。这是一家底层资产非常沉重且高度受制于家族控制的旧经济实体。如果你是一个偏好高成长、看重短期盈利增速的投资者，那么买入 MSG Sports 绝对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价值陷阱。你大概率会在漫长的横盘和折价中失去耐心。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深谙分类加总估值法、追求绝对安全边际的深度价值投资者，那么当下的 MSG Sports 可以说是美股市场上不可多得的黄金坑。让我们用最冷酷的资产重置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在通货膨胀不断侵蚀法币购买力的今天，核心地段的房地产、顶级的艺术品以及垄断性的体育特许经营权是全球富豪最渴望持有的硬通货。New York Knicks 这样的资产在地球上是绝版的，你即便拥有再多的资金，也不可能在纽约市中心再造一支能够加入 NBA 的球队，更不可能复制其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球迷文化和商业网络。在目前45亿美元的市值下，相当于市场是按照2-3折的价格在向你搭售这些全球最稀缺的垄断资产。作为普通人，你不需要花上万美元去买前排门票，只需要在股票账户里买入这支纽约豪门的影子股东，能够实质性的分享他在商业赞助和转播分成上的所有红利。更重要的是， MSG Sports 的业绩表现与传统的宏观经济周期呈现出显著的弱相关性。无论美联储是加息还是降息，无论非农就业数据是好是坏，只要 NBA 的新转播合同还在执行，只要纽约的富豪们还需要在场边看球社交，这家公司的现金流就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枯竭。在估值模型大对决中，传统的市盈率指标在 MSG Sports 身上是失效的，因为球员高昂的非现金摊销费用和球馆的关联交易租金严重扭曲了其账面净利润。专业的机构往往采用企业价值倍数，或者直接使用资产净值折扣法来进行定价。从目前的折扣率来看，华尔街对其管理层的信任危机已经完全在股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意味着
该股票向下的空间已经被其庞大的底层资产价值给托底了，而向上的弹性只需要管理层做出任何一次轻微释放股东价值的动作，比如出售少数股权、进行特别股息分红，或者加速宣布私有化退市，就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涨幅。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我们见过无数次科技泡沫的破裂，也见证了无数个曾经辉煌的商业模式被新技术颠覆。但有一类资产，它们不依靠技术的迭代，而是依靠人类群体的文化认同和绝对的区域垄断权，稳固地穿越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周期。MSG Sports 就是这样一份资产，买入它，你不是在赌下一季度的每股收益能够超出华尔街的预期，你是在用45亿美元的折扣价买入一张标价100亿美元且永远不会贬值的纽约城市名片。当我们在屏幕前为 New York Knicks 的进球欢呼时，也许最聪明的参与方式就是用资本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游戏。这场关于资产稀缺性与治理折价的资本博弈，或许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等待催化剂的降临。但这正是价值投资最核心的奥义所在。在市场充满偏见和疑虑的地方，以足够大的安全边际买入那些永远不可能被复制的绝版资产。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